量子力学它跟这个股票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跟股票没有关系，只是为了证明，就我们不能按照宏观的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，因为我们牛顿力学啊，所有的我们这些研究的个体都是针对于宏观的个体，也就是比如说苹果，我们的这个牛顿所有的力学都是针对一个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是一个橙子，这是一个橙子，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。但是呢，量子力学的研究是微观的东西，就是我只是想做一个类比，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股票的运行方式跟量子的运行方式很像，就是它是不可测的。为什么当时爱因斯坦他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，但是呢，他始终无法接受量子力学这件事情，因为他说上帝不会掷骰子。因为研究物理学的目的就是我知道一个橙子在这儿，我给它一个力，我知道所有的力，我可以预测它在哪个地方停下来。物理学的目的就是为了预测，但是一个量子力学，你告诉我，从此以后没有办法预测了。哦，那个查理芒格也说，就是所谓的预测的这些人都是骗子。对，实际上股票市场是不可预测的。首先，我觉得它很像量子力学。为什么像量子力学？二是量子力学不可预测，其实股票市场也不可预测，因为所有的参与者是观察者，也是被观察者，就是很像量子力学里边的这种行为，就是每一个行为可能会有一定概率，但是它具体怎么做的，你其实没办法知道。就是也是为了证明很多的所谓的经济学的，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些预测啊，你会发现很多的经济学家去预测整个市场，它是预测不准的，因为你的每个决定，比如说假设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，比如说他给大家说股票在哪一天会涨到哪一点，如果所有人都相信的话，股票可能真的会在这一天达到那一点，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他预测了这件事情，而是因为所有人都受到他影响，就是因为经济学家是靠不住的。首先他的模型就不对，它的模型是建立在很多的极端假设上面的，蝴蝶效应嘛，其实每个人的角色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，潜移默化的影响整个经济史。然后呢，这种叠加的效应累积起来，它首先会对整个形势趋势可能就会产生这个潜移默化的影响。那你说模型，既然这是不可预测的，我们为什么要搭模型呢？不是经济学家的模型，它首先即便是他知道了所有的变量，它也不可预测，因为所有的变量都是动态的。他做这个模型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预测吗？对啊，但是实际上都是徒劳。你看《穷查理宝典》的时候，查理芒格其实也说了，这个经济学很多都是糊弄人的，就是完全不可靠。你看这个巴菲特好像也说过，我不太记得他具体在哪里说了。但是查理芒格和巴菲特他们也有模型，投资模型。对，他们的模型不是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，所有都是概率，就是你包括这个保险系统，我们现在常用的保险系统，它是一个概率系统，其实也是一个赔率啊。比如说你这个每年会收那个保费，会有大量的计算师去预测，这不是预测，就是去统计大概每年会有多少的这个事故率啊，有多少的这个赔付成本，他只要保证他收的这个保费高于他的赔付成本就可以了。但是依然肯定会有保险公司资不抵债，这是肯定会出现的，就是他如果算的不好的话，这个模型是用来算这种概率的。那就是他的精算师不够厉害。但实际上有很多的极端事件，就比如说突然发生了一场地震，整个地方或者说他的客户很集中，都集中在某个区域，然后这个区域呢发生了一个极端事件，那这些东西就是你要去分散风险。很多人讲那个用技术分析，其实技术分析有两种，一种是预测，像什么波浪理论呀，很多就是我去预测从这个点起涨能涨到哪个点，这种其实就有点像玄学了。我好像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真的可以预测的很准的。如果真的可以预测的很准的话，那这个人基本上就是世界首富了。还不靠预测，靠的是什么？敏感和靠的是反应，靠的首先是你是概率，你的系统，你搭建的目的是建立一套有正预期值的系统。你每次操作嘛，会有一个概率，会有一个成功的概率，然后你乘以你每次成功赚到的钱，然后减去你失败的概率，乘以失败亏掉的钱，就是你的这个系统的预期收益值。只要这个预期收益值是正的，那你长期下来基本上是大概率会赚钱。当然也会出现极端情况。为什么赌场久赌必输？久赌必输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系统就是一个负概率值的，因为赌场已经给你算好了，你去玩赌博的人，你的胜率就是不是胜率了，就是你的期望收益值一定是负的，这样赌场才能保证赚钱。所以说在股市里面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投资模型嘛。对，你首先要有一个系统。我这两天看了一本书，我觉得讲的还挺好的，但是不是所有观点我都赞同啊。那本书叫《交易圣经》，里面讲到一个概念，就很多人觉得股市炒股呢，首先是看一个心态，但实际上心态是应该放在后面才去锻炼的。首先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交易系统，就是你要有一个交易的规则。巴菲特、索罗斯、利弗莫尔啊，或这个查理芒格，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标准。你首先要有一套自己的标准，
你总会有成功的时候，有失败的时候。那你每次会总结吗？比方说你1个月或者半年、1年，你会重新整理你的模型吗？理论上模型就是你先需要去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模型，一旦这个模型确定了，选择就是已经别人搭好的吗？还是自己搭？我的是自己搭的。那很多人没有这个能力，那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，因为市场上有很多赚钱的模型，不可能只有一种赚钱的方式。那你首先要选择适合自己风格的、适合自己性格的。二是你要去知道，因为很多人就是比如说，为什么很多人亏钱，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模型。大多数人呢，就是在网上看了一个，哎，谁赚钱了，哎，他用了什么方法，我去学他的方法。但是你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的预期收益是多少。你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你知道了一个东西，那你去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回测，用这个模型呢去回测历史数据，严格的按照某一套标准，千万不要有主观因素的，就是你不能说是用主观判断，就是你首先要用纯机械的方式去推测，用这个模型的话，它的预期收益率是多少。你首先要保证它是正的收益率，如果它是负的话，其实你连试都不用试。某一特定时间，比如说在这个2020年的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，某些品种可以一下子，比如说1-2个月涨了几百倍或者几十倍，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。它只适用于当下的情况。对，它正好是找到了适合它的这个当下的案例。你要保证一个系统是在长期内可以稳定运行的。还有就是，一旦你选定了你的投资模型，就不要，你可以进行微调，但是就不要进行大的改动，因为所有的系统都是基于一个概率嘛。比如说，很多人觉得，比如说一个模型，他测试了一段时间，他就是测试完了以后，他觉得这个模型我可以用，但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呢，1年之内，他发现他跑出了这个市场。比如说标普500涨了20%，他的模型呢只涨了10%，或者呢还有模型，那这叫什么？模型出错了吗？不是，这个所有的都是概率嘛。比如说，甚至说他的模型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了亏损，这就是你首先很多人可能会质疑他的模型嘛，就想我要换一个不同的模型。但是你的所有的模型都是基于概率的，就是它是一个很多年后的平均收益值。就是你可能你在它亏损的时候，你选择不再使用这个模型了，选择放弃的时候，可能正是它准备开始起涨的时候，就可能第2年它就可以远远超过标普500了。很多散户抱怨说，一卖它就涨了，一买它就跌，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反人性的。包括选基金经理，虽然我现在都买的是指数 ETF， 但是很多人还是买那个主动基金。那主动基金呢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陷阱，就是很多人会犯的一个错误，就是他会看这个基金的历史收益，会发现过去3年，比如说哪一个基金涨得最好，哪一个基金经理的收益最高，但其实呢，它就是基于一个平均的概率，它前2年收益高，反而可能导致了它后2年的收益会低于市场平均水平。你可以理解说它是透支了，因为它平均水平，它这个策略平均水平就能达到，比如说30%或者20%，甚至更低。它提前达到50%，那意味着后面的收益肯定会降低。它基于长期就没有一个持续稳定往上涨的策略嘛？就是那个模型。有啊，有这种就是它可以随时调换呀，它就可以不用等到，你不是说到时候它就会往下？对，这就是一个投资里很多投资新手的一个误区，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调整策略，比如说你有 A、B、C 3套系统，那很多人就会想，既然我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平均，那我为什么不在好的时候就切换策略？问题就在于，一旦你知道怎么切换策略了，你就意味着其实你已经预测市场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什么时候用哪个策略最好，那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提前预判了市场了。但我们刚才说了，其实市场不可预测，这就是很多新手犯的错误，就是频繁的切换策略。一旦你认定了一个策略，轻易不要改变。那尽管它之后会有亏损，也继续用这个策略嘛，就为了达到你说那个它平均的。对，所以说为什么第一件事情叫搭建交易系统？很多新手是没有交易系统的，就是今天觉得这个策略好，今天觉得这个指标好，我就用这个指标。如果过2天呢觉得效果不好，就换一个指标，就永远在奔向亏损的这个路上。就因为表现不好的时候，恰恰意味着它可能后面会表现好了。那呢，我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了。而且很多的策略，很多的指标，你去回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的预期收益值很可能是负的。但很多新手呢完全不知道这些概念。那它意味着长期下来它一定是亏损的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一旦你没有交易系统，没有一个你经过回测、经过历史数据证实的一个东西的话，你是很难产生信念感的。就是股市里信念感非常重要。那你的交易系统给了你信念感吗？对啊，有了交易系统以后，首先你的方向更明确了，你的止损点、止盈点你更清晰了。可能没有系统之前，你可能像无头苍蝇一样，你今天可能选择这个指标作为止盈或者止损点，那明天可能换另外一个指标。你的系统是没有稳定性的，
二是因为你经过回测了嘛，你其实大概有一个预期收益率，你知道这个系统大概可以带来每年多少的预期收益率，那你就有一个方向感，你就知道，哎，高于多少收益率呢？你知道这个就是不是属于正常状态，低于这个收益率呢，你可能你也会更有信心吧，你会觉得之后会更好。那你的交易系统没有调整过吗？一直就用那一个吗？会调整吗？大方向不会调整，就是比如说有两大方向嘛，交易系统有两大方向，一个就是趋势跟随，一个呢就是价值平均。你可以理解巴菲特的所有种类的交易系统，你可以认为有大体两大类，一大类呢是趋势跟踪，一大类呢就是价值平均。之前我说了，这个索罗斯的属于趋势跟踪系统，那巴菲特呢，你可以认为它是一种价值平均系统，就是这个东西高了，价格贵了我就卖它，价格低了呢我就买它。格雷厄姆是巴菲特的老师，标准的格雷厄姆式的价值投资方法就是他的方法叫捡烟蒂，说起来有点恶心啊，就是看到别人身上有烟头，但是还有一节没有吸，他就捡起来吸一口，就是别人吃剩下的东西不要的东西，但是还有一点价值，我只要保证我出的价格比它实际的价值低就可以了。比如拿这个橙子举例，比如这个橙子现在是1块钱，你觉得它就值1块钱，这个时候呢，由于各种因素，不知道什么因素，把它炒到了2块钱。那根据索罗斯的话，他可能就会，如果他认为这个橘子还会继续涨价，那他就会继续买这个橘子，直到他认为推动它涨价的因素不再存在了，这个价格没办法再涨了，那他就会卖掉它。就是它有可能会涨到3块钱。对，它可能会涨到3块钱，那他就会选择买这个橘子。那格雷厄姆呢？比如说，这是一个橙子，对，这个是苹果了。比如说有一批苹果，本来呢值1块钱，现在呢出现大堆苹果烂掉了，就是它已经不太适合食用了。但是呢，格雷厄姆估价呢，虽然它烂掉了，原来1块钱的苹果呢还值2毛钱，因为它有风险会继续烂掉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给一个容错空间。那既然它值2毛钱，我评估它值2毛钱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花1毛5买它。那我即便它继续烂掉，即便它继续亏损，我还有一定的容错空间。但是呢，刚才也讲到了，如果这个苹果它买过来以后全部烂掉怎么办？就像企业一样，很多企业呢买过来以后破产了，它的净值其实你去把它卖掉，所有的资产卖掉，可能也达不到你的买价。处理这种方法呢，格雷厄姆的方式就是有点像保险系统，它大量的分散投资，我买很多价格低于我评估价值的资产，买很多这样的，即便有些倒闭了，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，那它依然可以通过盈利的那些赚回这个成本。是说再买更多的烂苹果吗？对，他可以买，比如说买了很多烂苹果，那这边又有很多的烂橘子，可以买了很多的烂橘子，但是前提是这个橘子的价格要远低于他评估出来的水平。格雷厄姆很喜欢看一个指标叫市净率，就是这个股票的市值，就是公司的价格和所有资产所值的价格。就比如说这个公司虽然要破产了，虽然经营状况很不好，但是呢，公司有厂房，有抢救一下，对，有土地，有工厂，有机器。他对这个东西做一个评估，它值多少钱？哎，然后市值呢低于这个钱，那我觉得那他就会买过来。如果这种濒死的企业，因为这种濒死的企业一般都是价格很低嘛，这个还会再涨上去是吗？对，如果它的经营状况开始变好了，它的价格会开始提升，那它这里就巨赚，可以赚很多。如果即便出现了损失的话，它的净值还很高，它不至于亏损很多。那它还是属于价值投资吗？是吗？对，它就是价值投资嘛。格雷厄姆就是标准的价值投资。格雷厄姆是巴菲特的老师。价值投资呢，就是所谓的我能给一个东西估价，我能给它定价，但实际上很难确定一个橙子到底值多少钱。很多时候大家说这个价格会随着价值波动，但是实际上一个橙子值多少钱，你很难确定。包括你在市场上，比如说现在我们蓝莓覆盆子很贵，如何给它估价？你从这个东西的口味，首先我也不喜欢吃这个覆盆子，你去从它的这个营养价值，我觉得覆盆子的营养价值未必就比一个苹果高，但是它的价格可能是一个苹果的10几倍。你去如何根据这个价格去定价呢？实际上它是因为那覆盆子嘛，首先它可能稀缺性，它可能不好保存，导致了它价格高。但是它既然能定这么高的价格，就意味着有这么多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去买它。其实你价值投资的根本就是你能判断这个东西，你根据它的资产啊，根据它的信誉啊，根据各方面能判断它的价值。但实际上你如何去，因为现在的好的公司很多有一个很大的估价的空间叫商誉，你愿意为比如说苹果的手机你愿意为它付多少的溢价，一些名牌产品你愿意给它付多少的溢价，就是很多的名牌未必就真的比一个平价的商品要好很多。但是呢，价值投资就是两个方向，一个就是我跟随价值，这个东西涨，我认为它有涨的理由，只要这个理由还在呢，那我就跟着走，这就是标准的趋势跟踪。还有一个就是，所以格雷厄姆它不是趋势跟踪，对，格雷厄姆啊，这个巴菲特，对他们就是，但实际上其实也是跟大趋势就是美国会一直好。所谓的越跌越买呢，就是
首先他要认定美国会一直好，然后呢，还有就是越跌越买，然后越涨越卖，是吗？对，这就是价值平均。你觉得有一个平均值，你认为有一个理论的平均值，所有的都会价值回归。哦，所以说错了，不是价值平均，是价值回归。他认为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平均值，有一个价值的基准线在这儿，就像一个弹簧一样，超过的越多呢，它回来的可能性就越大。那你这个就不赚不赔呀？不是啊，越涨越卖。比如说你认为这个合适的价格在这个位置，那跌了以后你买，你的价格是不是比这个平均价格要低？那涨回来你又卖，是不是你卖的价格又比平均价格高？那你赚这个差价。像格雷厄姆的话，他就觉得，比如说低到一定程度我就买，不管这个企业有多么糟糕，只要低于平均价格一定程度我就可以去买，然后高于多少呢他就会卖。但是巴菲特呢还不太一样，巴菲特就是选择跟随企业成长。如果他去选择有一定成长性的企业，就是它的价值一旦一直存在呢，就是涨得再高我也不卖，因为你一旦卖了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买回来。因为有可能这是它的所谓的真实价值，那么高了，有可能好的企业会一直高于这个真实价值，因为它一直保持很好的成长的势头。那你可能一旦你卖出去，你在这个位置卖出去，它一直涨，你可能买不回来，你可能再也买不回来了。然后什么叫抄底呀？抄底就是所谓抄底，就是不是真的底嘛，就是你想要抄底，就是你觉得这是底了，我去买。比如说一个股票开始涨了，大多数的趋势都会这样，就是上涨，涨，越涨越快，然后开始涨不动了，然后开始下跌。这是很多的技术分析呢会说，比如说涨的话有涨几浪，一般会出现这样的波动。下跌呢其实也是这样的波动。每次下跌的过程中呢，就是你觉得抄底就是开始下跌了，比如说从10块钱涨到了100块钱，这就是心理学的一个锚定效应，就是很多人把100块钱变成了他新的锚点。那从100块钱呢跌到了60块钱，比如说那打了6折了，是不是感觉很便宜了？但实际上它是从10块钱开始起涨的，这是很明显的，是在很多的这个周期性的股票，很多的股票就是周期性特别明显，就是几年好几年差，几年好几年差。那比如说从100块钱跌到60块钱，很多人觉得已经很便宜了，已经打了6折了，那很多人就觉得这里是不是可能就是底部了，是不是最便宜的，就是所谓的价值平均嘛。他把自己的平均线比如设到了80，他以100为锚点，认为这个80块钱就已经很低了，那我80块钱又跌20块钱，跌到60块钱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已经超值了？然后他这时候买呢，可能会想小涨一下，然后接下来又是大跌，有可能最后真的又跌到了10块钱、20块钱。这个抄底呢，就是抄在了半山腰。抄底的意思就是你觉得这是底了，然后我去抄它，去捡便宜。实际上很多人就是误判了。就是一个趋势在下跌的时候，其实你很难判断。就是那这个格雷厄姆是不是抄过底？之前你说他是对，格雷厄姆曾经抄底，然后破产了是吗？对，这就是抄底最大的风险。但是实际上，格雷厄姆可以不破产，因为他用了贷款，他有贷款，他一资不抵债了，他就破产了，因为他的股票下跌的太多了。这就是很多价值平均的一个很大的风险所在。他是要把他的全部都卖掉，还是再买呢？买入？他实际上已经破产，但是最后他没有真的破产，是因为他有亲戚救济了他，在关键时刻给了他钱。你说他去抄他的那个过程他是在干嘛？他抄底了，比如说1929年，他是在买吗？还是在卖？他买啊。那个他买的还是很高，买了以后又继续下跌了。就是首先你没有办法判断之后的，就是你首先它是逆趋势的，它所谓的抄底就是逆趋势的，趋势跟踪者不会出现抄底的行为，因为趋势跟踪者一定是在反转的时候才去买。一旦反转了呢，如果发现又逆转了，比如说判断错了，那它就要止损。但所谓的价值平均呢，因为你要越跌越买，越跌越买，那你就没有止损这个步骤，除非你觉得你之前判断错了。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的价值评估其实很难，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市盈率，就是市盈率就是公司今年赚的钱除以它的市值，比如说市盈率是15，就意味着它今年赚的钱，比如赚了100万，它的市值是1500万，这个数呢是越小越好，比如说市盈率是10，就意味着它以现在赚钱的速度呢，10年就可以赚到它的市值这么高的这么多的钱，这个比率是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。从价值投资的角度呢，市盈率越低越好，它意味着它的赚钱能力越好。但是你没有办法知道，就是未来的，就是有可能一个企业正在恶化，就是它今年赚100万，可能明年只能赚50万了。也就是你看当前的市盈率是没有办法判断企业今后的赚钱能力的。但是实际上股票上的定价是对企业的未来定价。前面你不是说这个有一个公司，它不是一直就被高估了吗？可能它后来它就开始疯狂的收购嘛，你这个视频。然后它又开始往下开始跌了。然后你这里说的一个什么叫跌到什么叫做基本面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
你说这个索罗斯就很擅长这样子赚钱。基本面，什么是基本面？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内在价值，就是价值投资里面所谓的内在价值。比如说最简单的评估方式就是这个企业每年赚多少钱，或者是你换算成每一股，比如你买这个股票一个橘子，假设这个橘子可以产生收益，那这个橘子1块钱，但是呢它每年可以产生1毛钱的收入啊。同样是水果，橘子呢很值钱，它只能产生1毛钱的收益，但是市场给它定价了10块钱。这个苹果呢同样有1毛钱的收益，因为市场觉得它没有增长潜力了，它虽然也每年可以带来1毛钱的收益，但是呢市场给它定价只有1块钱，因为它的定价很高嘛。我这一个橘子嘛，我可以用我的股票价值，比如说去借钱，我一个橘子可以值10块钱，我只要分出1半橘子来，我拿1半橘子出去贷款，我就可以买到一个苹果了。你就收购它了。对，现在他们俩就变成一个集团企业了。两个在一起呢，变成2毛钱的收益了。那是不是市场上又看到了？哦，这个橘子果然很厉害，它的收益每年都在这个橘子很厉害。橙子。这个橙子，你就拿这个橘子吧。这个橘子呢，它的成长很好，每年呢可以翻倍，每年的收益翻倍。现在市场给它定价10块钱，那么以10块钱买的人呢，因为第2年变成2毛钱了，那他会想第3年会变成4毛钱。如果每年100%的收益的话，就是高估了它的，对，高估了它未来的赚钱能力。就是实际上它不是本身靠它自己的业务增长达成的这种增长，它靠的是收购，靠收购。对，它靠的以高价，这是一种策略是吗？对，很多就是那段时间，在上世纪可能是70年代左右吧，就是很盛行的一种方式，就是因为快嘛。那是索罗斯他看穿了他们的这个，对，他看穿了这种方式，但是呢，他只要还能继续玩，因为这个橘子现在还很小嘛，它只有一个橘子。橙子啊，你拿这个吧。那个橘子还很小，它可以玩得转。那我收购一个苹果没问题吧？那我现在才两个水果，但是呢，他如果第2年还想翻倍，他需要收购2个水果了，就越来越大，他需要收购的东西越来越多。那他发现市面上没有那么多便宜的公司够他收购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他就没办法持续了，它会掉它的估值。对啊，意味着它的估价里边，市场给它的价格里面包含了它的成长。就是我之所以愿意10块钱买你，是因为我能看到你每年100%的成长。那你如果涨不动了的话，那它就跟这个苹果的估价是一样的了。就意味着它本来可以这样增长，一旦它的收益开始拐头，那为什么人们会给它这么高的估值呢？举一个没那么极端的例子，比如说它值2块钱，苹果只值1块钱，它每年有100%的增长，它第1年赚1毛钱，第2年赚2毛钱，那我2块钱花这个橘子是不是很值？因为它一直都只是1毛钱，它虽然只卖1块钱，但是它每年都只能赚1毛钱。但是这个橘子呢，我花2块钱买它，第1年它赚1块钱1毛钱，第2年赚2毛钱，第3年赚4毛钱，是不是第3年它已经超过它了，超过它4倍了？你之前以2倍的价格买它，是不是很划算了？所以说大家都在预判市场，对它的未来做评估。他们就是这些人也会影响到它的价值嘛？其实它并没有这么高价值，但是因为大家高估了它，所以说你要做判断，就是它本身橘子它产生的这个增长是来自于这种所谓的收购，比如说不是它本身业务的增长，还是由于它真的比如说发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啊，或者是有新的可持续的，你要看它的这个增长可不可持续。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下误判了，比如说它通过收购每年都在增长，作为趋势交易者的话，它也可以介入，因为它只要能保证它这个势头。但是你要能发现，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骗局，它不可持续，你要在它不可持续之前，你要看到它，跟着大家凑个热闹。对，就是说股票里面叫傻子的共识也是共识，身在羊群，你要就是趋势交易者，就是你去跟羊群在一起，因为其实作为羊，跟着羊群是最安全的，因为你要首先判断你是一只老虎还是一只羊。你是狮子的话，狮子老虎的话，那你单独行动没问题，那狮子其实也是群居嘛。但是你是羊的话，如果你落单的话，就会很危险。你的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刚开始的时候，羊还不是很多的时候，你跟着羊走。那一旦羊太多了，很多傻羊进来的时候，你要能及时判断出来，你要在危险来临之前，在造成这种踩踏事件之前，你能脱身而出，就是你要保持清醒。我虽然在羊群里，但是我不是一只真的羊，你是披着羊皮的狼。反正就是你要有清醒的认识，你知道现在虽然我跟着羊群在走，但是这不是一个可以持久的，一定会发生逆转的情况。所以基本面是什么？基本面就是比如说刚才说这个橘子，第1年赚1毛钱，第2年赚2毛钱，第3年赚4毛钱，这就是属于基本面。那你说它跌破了它的基本面？基本面，如果你按照价值投资的话，就是所谓的那个内在价值，就是价值投资判断认为这个橘子我可以给它定价，我是可以给它一个公允价值的，
比如现在虽然它炒到2块钱，但是价值分析派呢认为我可以给它定价，我觉得它就值1块5。比如说那个趋势交易呢，趋势往往出现的情况就是这个所谓的放它涨是，对，它会一旦突破了这个基本价值，它可能会一直超过所谓的内在价值。那超的多了嘛，它不可持续了，那就跌下来。跌下来呢，会又跌穿这个所谓的基本价值、内在价值，然后它就会掉下去，这种反复。有一种效应叫钟摆效应，周期理论觉得就是像钟摆一样，永远不会在真实的价值上停留，就永远会超过去，然后超不动了，然后又跌下来，然后又跌到太多了。所谓的趋势交易呢，就是你在上升和下降的阶段你去介入。均值回归呢，就是在它涨不动的时候你去卖掉它，然后在跌不动的时候呢去买入它。那我们怎么确定它这个价值它就是在这个点呢？所以说没办法确定，没办法。如果存在一个公允的内在价值，那这个市场上就不存在价格波动了。如果你知道所有人都公认这个东西就值1块钱，那它不会有涨跌的。是的，这就是一个市场博弈。那索罗斯他是怎么判断的呢？他怎么靠这个怎么就赚了这么大一波？他是在跌的时候赶紧卖掉吗？对，他是在涨的时候买进，然后跌的时候就做空。就是问题是他是怎么赚到钱的？他就是在趋势刚开始的时候嘛，趋势开始呢肯定是有一部分人达成了共识，他才会有向上涨的趋势。涨着涨着呢，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开始相信了这个东西，然后就会越来越多人介入。而且这个时候呢，因为趋势开始出现了，赚钱效应出来了。就是赚钱效应，就是大家都赚钱了，进来的人都赚钱了，那大家就会宣传，比如说我买股票赚钱了，有的人就会跟朋友说，朋友知道谁谁赚钱了，然后他们也会来买这个东西，然后所有进来的人都赚钱了，那是不是他就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？但是一旦有一天呢，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橘子，它没办法一直以翻倍的这个收益率增长了，它没办法继续这样收购了，那你要发现这个情况，要不然就是股价它可能也涨不动了，因为没有更多的人进来了，要不然就是它这个股价已经没有办法像这样增长了。很多人抱着一种幻想，就是它即便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增长，它只要还保持缓慢的增长，股价依然还会涨。但实际上，它只要最初的这种信仰崩塌了，就是它没有办法按照之前的这种轨迹增长了，它可能下跌的幅度会非常大。因为你对它整个的估值逻辑都要改变了。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还有这样的公司吗？这个特斯拉，大家特斯拉这趴减掉，它是不是就是比较被高估的股价呢？特斯拉比较特别，特斯拉首先马斯克本身就很会营销，二是它这个股价确实疫情这几年营收啊、收益啊、利润都很好，它汽车做的也很好，然后它的收益一直增长了，大家就会给它比较高的估价。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橘子，如果它能每年保持很高的增长呢，大家就会给它很高的估价。但是呢，现在它的车卖不动了，尤其是中国很多的新势力，中国很多的新能源汽车也做得很好，那它马斯克的这个车，特斯拉的车卖不动了，那大家就发现这个预期之前的增长预期不行了，那它最近2年就比较惨，开始波动是吗？对，开始波动，然后开始缓慢下跌。那最近呢，股价又涨了，是因为马斯克又出来了，说你们搞错了，我根本就不是一家卖汽车的公司，我是一个科技公司。我做的是自动驾驶，我做的是机器人，我是一个高科技公司。因为市场上对汽车公司和科技公司的估价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汽车公司明显没有什么想象空间嘛，这汽车嘛就卖车嘛，你的利润就这么点，你的利润是可以想象的。但是科技公司呢，大家想象空间会很大，那它就可以继续去卖梦想。但特斯拉其实之前几次濒临死亡，就是因为没有钱了。因为马斯克也没那么多钱一直去给这个特斯拉输血，因为他之前连续10几年一直在亏损。那没有钱怎么办呢？因为马斯克是一个很厉害的营销大师，那他有很多的死忠粉，粉丝呢可以给他抬高股价，那股价呢就可以变成钱，你可以去贷款，也可以去融资，就可以拿到很多的钱，继续搞研发，继续去推动这个汽车的研发。那最后经过了10几年的这样的研发呢，他终于扭亏为盈，这主要还是因为在中国建了厂。扭亏为盈，然后连续的几年的高增长，高的收益增长。那现在最近又涨不动了，那要开始有新的梦想了呀，要写新的故事了。但马斯克其实一直在贩卖他这个无人驾驶，无人驾驶其实从16、17年就一直说马上会实现全自动无人驾驶，那到现在也还没有可能已经比原来更先进了，但是现在也没有完全实现无人驾驶。这个跟反身性有什么联系呢？反身性就是刚才讲的嘛，所有的趋势一旦形成了，进入趋势的人会反过来加强这个趋势。首先说最简单的情况，就是单纯的价格原因。单纯的价格原因呢，就是比如说刚开始有人进来了，然后赚到钱了，然后奔走相告，跟大家说我赚钱了，然后更多的人进来赚钱了，因为更多的人买入会导致价格涨得更快，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买入呢，价格涨得更快，然后所有人进来都赚钱了，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好东西，那越来越多的涨了，那它就自我强化，就是本身这个东西可能完全没有变，
有点像击鼓传花，橘子还是这个橘子，完全没变，因为大多数人买进来都赚钱了，所有人都觉得它是好的，然后又推动它涨得更高，就相当于反过来确认了这个东西就是个好东西。那如果牵扯到基本面嘛，其实就是一个企业股价上涨了，它所有的包括品牌效应，特斯拉是车企估价最高的，比如说，那是不是相当于对它是一种宣传？品牌认知度就更高了。特斯拉比如说进入了美国标普500，它的市值非常高，比如说世界第一，这些都是对它的潜移默化的推广，会影响大家比如说对特斯拉的购买。特斯拉在之前几年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，就是所有的车在生产出来好几年之前就已经卖掉了，这其实都是对它一种潜在的，就特斯拉完全不需要花营销成本。首先马斯克就很会营销，二是它这种高股价本身对它是一种积极的促进作用，比如股价高了，我就可以贷到更便宜的钱，我拿股票去做质押，然后从银行里贷钱，我就可以继续给公司造血，然后我可以去发股票，可以去到市场上去融资。发股票就相当于发新股嘛？对。查理芒格不支持买新股。但首先他如果去发行新的股票，他就可以以当前的价格，比如说或者以更高的价格去卖。所以公司都是可以不断的发新股的，是吗？可以发股票，但是你发股票了，意味着原来股东的钱就少了。就原来它就这么总价值就在这儿，是吗？它总共就这么多股票嘛，那个有一部分流到自由市场了，就有一部分到二级市场股票市场里交易，那其他一部分是股东里那种大股东持有。那你去增发新股的话，那你所有股东的股权就被稀释了。他们为什么要增发新股呢？缺钱嘛。那其实这种既然他都已经缺钱，这种你是不是就不应该看好？就是所以说大多数公司不会频繁的增发股票，因为增发股票就意味着好像有一些不好的信号，说明要不然就是很缺钱，要不然就是公司股东都不看好这个公司，那你肯定就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嘛。你说股份都被稀释了，那人家本来早紧握的股票都水分都没这么高了，人家也不开心吧？就相当于企业里的股东拿出一部分股票来交给二级市场，就比如说本来这个股票市场上只有 5% 的总市值，只有这么多的交易量，比如他发新股了，那这个池子变成 10%了，它总价值变大了，不是说每个人都稀释了。来，我的问题结束了。好，今天就先讲到这。